锅家家户户都有，平时不仅可以用来煲汤炒菜，还可以用来炖肉。但是我们发现用的时间长了之后，这个锅下面它就有许多的污渍，而这些污渍如果长时间不清洁的话，就特别容易出现粘锅的情况。相信很多人平时在炒菜，尤其是炒肉的过程中，就能发现家里面的锅经常出现粘锅的情况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就会选择用钢丝球去刷洗。尤其是锅被烧糊之后，很多人就会选择用钢丝球去刷洗。钢丝球虽然说可以把我们的锅里面各种污渍刷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但是呢，也会在我们的锅底内部留下深深的划痕。一旦锅的内壁留上划痕之后，那么我们平时做饭炒菜或者是煲汤的时候，里面的一些食材就会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划痕和缝隙里面。长时间不清洁掉的话，就会形成一个顽固的污渍，这个时候就只能恶性循环，每一次都用钢丝球去刷，每一次刷过之后，里面就会嵌入大量的杂质进去，时间一久，锅就会变得特别的粘锅。不管你炒啥菜，不管你炒菜还是做其他的，甚至是煲汤，都会出现粘锅糊底的情况。如果你家里面的锅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么今天的这个小妙招，你一定要耐心的将它看完。看完之后，准保你以后家里面的锅再也不会出现粘锅的情况，而且呢，越用越好用，还可以大大的延长锅的使用寿命。首先，我们把锅里面刚才蒸了包子的水倒掉之后，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牙膏，牙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的一种生活用品。它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，而且香气宜人，还可以清新空气，保护我们的牙齿，让我们的牙齿变得非常干净。除此之外，在牙膏的里面，它还含有特别细小的磨砂，可以对我们的牙齿进行打磨，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的干净洁白。我们牙膏准备好，什么品牌的牙膏都可以，但一定要尽量去准备白色的牙膏。当然家里面没有白色牙膏的，也可以去准备水晶牙膏。但是呢，大家要记清楚，水晶牙膏没有这种的白色牙膏效果好。把牙膏打开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取一张纸巾，将锅里面多余的水分擦干，让锅保持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。看一下锅底的污渍特别的重，你家的锅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？明明每一次刷洗的特别干净，但是当我们用纸巾去擦拭之后，就会发现纸巾上面非常的脏，有大量的黄渍污渍，总感觉这个锅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把纸巾倒掉，现在的锅里面就比较干燥了。接着我们把牙膏取过来，往里面挤出15米长的牙膏进来。牙膏挤进来之后，将牙膏的盖子拧紧。牙膏挤进来之后，现在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食用小苏打。没有使用小苏打的，也可以用食用橙碱来代替。人的眼里，它是一个食品添加剂。其实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它具有很好的去油渍。咱们食用橙碱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也具有很好的去油渍、去油污的作用。所以说，家里面有食用橙碱，用食用橙碱；没有食用橙碱的，咱们就用食用小苏打。接着再加入1大勺食盐进来，2大勺食盐进来。说到食盐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？食盐我们每天炒菜烹饪都会用到，它是颗粒状的，也具有很好的摩擦性。我们看一看，准备的时候可以准备这种比较精细的，或者是粗颗粒的也行。家里面有什么食盐就用什么食盐。食盐不仅具有很好的摩擦效果，而且呢，它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我们在洗锅的时候加一点它进来，效果非常不错。接着再准备1包白醋，什么品牌的白醋都可以。那么我们用来洗锅的白醋最好是选用袋装的，袋装的白醋更加的划算，更实惠。
如果是瓶装的白醋，那么价格就要贵许多，不建议大家用瓶装的白醋，用袋装的白醋就可以了。家里面平时吃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瓶装的。准备好白醋之后，我们用剪刀把上面剪开，剪下一个小口子，接着直接将白醋倒进来。为了让大家看清楚，我这里把画面放大一点，直接将白醋倒进来，多倒一点，看到没？此时锅里面产生了大量的白色泡泡，这个泡泡就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。现在我们只需要找一块百洁布去刷洗，在刷洗的过程中，它的泡泡又会继续反应起来。牙膏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，而使用小苏打或者是使用纯碱也具有很好去油污的作用。像我们炒菜的锅平时就要沾染大量的油污，很多人平时都是用洗洁精来洗，而洗洁精呢，它只能起到一个表面的清洁作用，起不到一个深层次的作用。当我们这样擦，当我们用百洁布把锅的内壁完全打湿之后，此时我们先把它放在锅里面，接着往锅里面再加入3汞洗洁精。洗洁精加进来之后，我们继续去擦洗。加了洗洁精之后，可以达到一个更加好的事半功倍的用处。当我们这几种材料搭配在一起之后，就可以很好的把锅上面的污渍油垢清洁下来。尤其是我们平时在炒菜出现了粘锅特别严重，或者是锅底出现了糊锅的情况，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给它清洁一次，你就会看到锅依然变得特别的光洁如新，而且下一次再也不会出现粘锅的情况。那么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用钢丝球来擦洗，用我们家里面的百洁布来擦洗，就可以把它洗得很干净。看一看还没有洗多久，这个时候锅里面的水变得特别浑浊，非常的脏，轻轻的擦一擦，现在锅底就变得非常干净了。这个水看一看，本来我这个锅在洗之前就是洗得非常干净的一口锅，但是还是能洗下这么多污渍。看看这里面这个水，哇，真的太脏了，把这个脏水倒掉，换清水把锅里面清洁干净。那如果你家锅里面它的污渍油垢特别严重，是很长时间累积下来的，比我家的还要严重的话，我们把刚才的那些材料加在一起之后，将它完全敷在锅面上，让它保持15分钟的时间，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时间到了之后再去刷洗，就可以把锅刷得更加干净。现在把这个脏水倒掉。这个方法不仅可以用来清洁锅的内部，还可以用来清洁锅底。如果锅底长时间没清洁了，油渍变得非常厚了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清洁。冲洗干净之后，现在来看这个锅底是不是非常的有光泽？那你还能记得住我家这一口锅刚才最初的样子吗？那会儿是不是特别的脏，特别的油，特别的腻？而现在呢，光洁如新。那如果您家里面的这种的炒菜锅长时间不用的话，我们把它这样清洁干净过后，用毛巾擦干，擦干之后还可以用食用油给它整个锅底全部涂满。这样一来，既可以达到保养锅的一个作用，而且就算我们的锅你放个10年半载的，你放个1年半载的不用，它也不会出现生锈、发黑或者是粘锅的情况。这个方法超级的管用，看一看。这个锅现在又光泽又亮洁，而且用手去摸特别光滑，不像刚才一样摸上去总感觉特别粗糙，给人一种黏黏糊糊的感觉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家的锅也经常出现粘锅的情况，那就可能是长时间没有清洁干净了，不妨试一试今天给你分享的这个方法，超级的省钱又管用。喜欢你也赶紧回家试试吧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